俄罗斯方面，克里姆林宫在其新闻稿中表示，普京对这次建设性的对话感到满意，但警告拜登称，对俄进行大规模制裁将是巨大错误，可能导致关系彻底破裂。根据新闻稿翻译本，克里姆林宫称，普京强调，在这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如攻击性武器部署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俄方会像美国那样行事，在美国边境附近部署。美国政客杂志报道，此次通话对于俄罗斯来说意义重大，这是俄罗斯首次得到了美国不会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武器的口头承诺。来自美国的鹰派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约翰·哈迪就表示，在此次美俄通话后，俄方的态度显得更加乐观了。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两人通话前的几小时，美国空军在乌克兰东部执行了第2次飞行任务。沃尔夫基尔指出，那次是18C 联合星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飞机首次飞越乌东地区。美军飞行的目的是收集有关俄罗斯地面军事局势的情报。回顾2021年，美俄两国元首共进行过6次会谈，其中包括4次通话、1次线下会晤和1次线上视频会晤。双方第1次视频会议发生在2021年1月26号。那时候，拜登刚刚就任美国总统5天，就和普京续签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期时间为5年。今年3月，美俄发生了互相召回驻对方国家大使的外交事件，双方关系跌至冰点。4月，北约派出约4万人的军队集结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俄方不甘示弱，紧急将短程弹道导弹部署到俄乌边境，几乎擦枪走火。4月13号，拜登主动致电给普京，双方讨论了黑客攻击、乌克兰和未来俄美关系前景问题。这次通话中，拜登邀请普京在第3国会晤。4月20号，拜登与普京又一次通话，两人约定6月在日内瓦见面。6月16号，拜登与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一处名叫拉格兰奇的别墅会晤，这是普京在疫情期间首次外访，也是拜登任总统后首次外访行程中的重要部分。普京之所以最近一直在讲乌克兰的事情，反对北约继续东扩，那么一方面把吃掉的克里米亚完全的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另一方面逼迫乌克兰和美国在顿巴斯地区的法律地位上做出让步。那么第3个目的呢，就是要让美国和北约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诺甚至是签署国际条约承诺北约不再东扩。俄罗斯提出来的安全保障对话，现在看来北约也好，美国也好包括欧安组织都已经接招了。美国正在把它的主要注意力和战略资源转向印太地区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也不希望俄罗斯在欧洲地区再生枝节，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所以说我个人预计在西线安抚住俄罗斯我觉得也是可能得到的结果。